朋友们，你可能会经常听到天选之人这个词，它仿佛来自神话与传说。然而，天选之人并非天生存在，而是经过后天的淬炼与蜕变。他们必须经历一系列常人难以察觉的考验。这些考验既非体能的较量，也非用肉眼可以观察或仪器测量的挑战，而是关乎精神心智与情感的至深考验。能够经历这些考验的人少之又少，能够通过的更是凤毛麟角。但那些通过考验的人，必将获得脱胎换骨的蜕变。你要知道，生命本身就是一场考验，并非人人都会面临同样的挑战，每个人的挑战各有不同。这个考验犹如阶梯，每上一层，挑战便愈发严峻。天选之人，正是那些愿意直面最艰难考验的人。他们并非主动选择这条路，而是命中注定，无法逃避。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召唤，一种不可动摇的使命感在告诉他们，你必须经历这一切。这既非选择，也绝非浪漫。这些考验会将你推向极限，让你质疑一切，甚至怀疑自己的本质。但若能坚持到底，你终将蜕变重生，成为截然不同的人。天选之人必须经历7重考验，这些考验，每个人都可能以不同的顺序经历。重要的不是你经历的顺序，而是你如何回应这些考验。如果你准备好了，我想邀请你在评论区打出我愿意接受天选之人蜕变的考验。希望你在这人生的关键时刻都能拥有直面真相的勇气和拥抱蜕变的智慧。在开始之前，请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成为我们频道的一员，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更多深度探讨和启发性内容。你的回应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现在，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今天的议题吧。成为天选之人的第1重考验，便是直面真实的自我。我们总是花费太多心力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戴上形形色色的面具。我们习惯用工作关系与财富来定义自己，而第1重考验就是要剥离这一切，它迫使你正视镜中最真实的自己。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一刻无异于凝视深渊。当你不再被外部世界定义时，你是谁？当一切外在的光环被剥离时，你又是谁？面对第1重考验时，许多人选择了退缩，重新躲回角色的世界里。然而，那些注定要成就非凡的天选之人，却毫不畏惧。他们始终挺立在那里，直视镜中的自己，凝望内心的深渊，追问着最艰难的问题：我究竟是谁？你是否曾经真正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不是浮光掠影般的一闪而过，而是如火灼烧般的执着追寻，直至寻得真正的答案。第2重考验是关于孤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被社交媒体、
工作亲朋好友的声音所包围，而要通过这种考验，你必须学会独处，不仅是形体上的独处，更是心灵与情感上的独处。你要能够安然地坐在寂静之中，直面内心的思绪、恐惧与欲望。在这份寂静中，你会开始听见另一种声音，那个一直存在，却被世界喧嚣掩盖的声音。这是你内在的呼唤，是真实自我的声音。你能否听见？大多数人害怕寂静，因为他们畏惧可能听到的真相，而天选之人却懂得拥抱这份寂静。他们深知，真理就蕴藏在寂静之中。你要明白，最艰巨的考验从不在于挑战你的体魄，而在于考验你的灵魂。第三重考验或许是最难的一关，学会放手。我们在人生旅途中紧抓着太多东西，怨恨、期待、失望、失落，我们背负着过往的重担，让自己步履维艰。要通过这种考验，你必须学会放手一切，释放对结果的执着，对人与物的依恋。这并非意味着你不再在乎，而是不再执着。你要相信，命中注定，属于你的终会到来，不属于你的终将离去。放手不是示弱，而是一种深度的洞见。但需要注意的是，放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持续的修行。你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去释放、去信任。往往就在你以为已经掌握要领时，生活又会给你新的考验，让你想要重新紧握。在这些时刻，你要扪心自问，我是否愿意放手？我愿意释放多少？如此，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你已跨越前三重考验，尽管蜕变已然开启，但前路只会愈发艰险。第四重考验被称为灵魂的暗夜，即便是最坚韧的灵魂，也曾在此折戟沉沙。在这重考验中，你所有的认知与信念都将被颠覆，仿佛整个宇宙都在考验着你，是否能在深沉的黑暗中依然守住内心的光芒。在灵魂的暗夜里，你将经历前所未有的内心动荡，周遭的一切仿佛都在崩塌，亲密关系破裂，职业道路中断，人生目标消散。你不禁自问，为何这一切会降临于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能否走出这片黑暗？然而，这里隐藏着一个秘密，灵魂的暗夜并非惩罚，而是进化，是你灵性进化的必经阶段。黑暗的降临不是为了摧毁你，而是要剥离一切不属于你的外在之物。正是在至暗时刻，你才能寻得内心最深处的光芒。前提是，你能够承受这份煎熬。面对这种考验，大多数人会陷入绝望，最终放弃，迷失在黑暗中。而天选之人却永不失去希望，从不向绝望屈服。他们深知黑暗只是暂时的，是必经的过渡。即便看不清前方的路，他们依然坚定前行。
始终相信隧道尽头必有光明，哪怕此刻伸手不见五指。在此，让我问你，当一切分崩离析之时，你会如何应对？是惊慌失措，还是拼命逃跑，想要挽留那些正在破碎的人事物？亦或是选择放手，相信该留下的终将留下，该离开的终将离开？第五重考验是关乎信念，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而是对自我、宇宙与生命的笃信。当你身处灵魂的暗夜，你必须相信黑暗终将过去，相信冥冥之中自有更伟大的安排，即便此刻无法洞察未来。这或许是最艰巨的考验之一，因为它要求你相信肉眼无法看见、理性无法证明的事物，它要求你信任那些无形之物，坚信一切皆有因果，纵然因果尚未显现。这种信念并非盲目，不是对痛苦视而不见，也不是自欺欺人的粉饰太平，而是在完全承认并感受痛苦的同时，依然选择相信这一切自有其意义。这是对宇宙的信任，相信它不是在与你为敌，而是在为你开辟道路，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凡事发生必是恩典，即便表面上一切都在崩塌。要知道，当你处于灵魂的暗夜时，你的信念将一次又一次受到考验，你会不断被诱惑放弃希望，认为黑暗就是终点。然而，天选之人却能始终坚持，即便看似已无可坚持之物，他们会继续前行，哪怕每一步都像是在把自己带入更深的黑暗。所以，让我问你，你的信念有多坚定？当周遭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时，你能否坚持？你能否信任那些无形与未知？即便前路一片漆黑，当你在黑暗中徘徊足够久，当你与重重疑惑、恐惧抗争良久，你终将来到一处悬崖边。这便是第六重考验的开始，沉浮之考。若你能走到这一步，便已证明了自己的强大与韧性，证明了自己能够承受巨大的痛苦与不确定。然而，这重考验并非关乎力量，而是关乎放下掌控。它要求你臣服于生命的洪流，向那比个人意志更为宏伟的力量低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艰难的考验。我们人类天性喜欢掌控一切，规划、组织、谋划，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生活未来与关系。然而，生命往往不按既定的剧本演绎。事实上，它常常将我们带往始料未及的方向，有时痛苦，有时欢欣，但总是充满玄机。天选之人，便是那些领悟到掌控不过是幻觉的人。他们明白，有一种更高的智慧在运作，一种远超人类有限心智的力量。他们愿意向这种力量臣服，放下对结果的执念。但这种投降并非放弃，并非停止关心或努力，而是停止抵抗，不再与生命的潮流对抗，而是任其带领。
想象你在河中游泳，若你执意逆流而上，终将力竭而无功；但若你顺应河流，便会毫不费力地到达属于你的地方。这就是向生命臣服的真谛。在这重考验中，你不仅要放下计划，更要放下身份角色与自我，放下对自己的所有定义。你可能需要放下欲望、依恋，甚至梦想。这种臣服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而是一个需要信任的过程。信任生命，信任自己，信任那正在展开却难以察觉的宏大蓝图。扪心自问，你的生命中有多少时刻在试图掌控一切？你多常抗拒现状，期望他们有所不同？若你停止抗拒，会发生什么？若你放下对每个结果的执念，单纯地相信一切发生皆是最好的安排，又会如何？臣服之考并非关乎软弱，而是关乎力量。这是一种放手的力量，一种信任未知的勇气。大多数人永远无法通过这种考验，因为臣服就如同投降，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放弃。然而，天选之人深知，投降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是你终于融入生命洪流的时刻。当你停止挣扎，开始任由生命指引，向生命投降并非放弃力量，相反的，这意味着你与一种更宏伟的力量达成共鸣，意味着你开始运用宇宙无限的智慧。但要驾驭这种力量，首先你必须放下掌控的幻想。让我问你，你能够接受臣服吗？你能放下对生命每个层面的掌控欲吗？你能相信生命自有其道，即便你未能窥见全貌吗？这便是区分天选之人的考验。它要求你放开方向盘，让生命带你抵达该去之处。这里存在一个奇妙的悖论：当你臣服，当你放下掌控欲时，你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力量。但这并非你想象中的掌控，不是操纵结果，或强令万事万物全从己愿。这是一种源于生命和谐共振，与宇宙同频共舞的力量。当你处于这种臣服状态时，一切都将水到渠成。你会发现自己总能恰到好处地出现在该在的地方，恰好在该在的时刻。这种臣服需要深深的信任，需要坚定的信念，需要你勇敢地步入未知，拥抱生命的奥秘，而无需事事明了。你能做到吗？你能踏入未知之境，相信自己必将得到指引与护佑，即便前路迷茫吗？这便是臣服之考，是天选之人必经的终极考验之一。唯有那些真正能够放手，真正能向生命之流臣服的人，才能跨越此关。而那些通过考验的人，终将发现生命为他们准备的远超想象。如果你已走到这一步，如果你已通过臣服之考，你便是少数几个经历了最艰苦考验的人之一。但还有最后一重考验在等待着你，这是最为深邃的一关觉醒之考。
当你终于领悟自己的使命，当你看清一直指引你的终极真理时，这一刻终将来临。这最后的考验不在于忍耐，而在于觉醒；不在于你能做什么，而在于你能看见什么。这是面纱揭开的时刻，你得以看清世界与自己的真实模样。这是你觉醒于自己的使命，理解所有考验的意义，明白为何要忍受痛苦、黑暗与不确定的时刻。天选之人之所以被选中，并非因为他们特别，而是因为他们选择觉醒，他们选择直面真相，即便这真相令人不适，即便挑战了一切既有认知，他们觉醒于这样一个真相：你并非与生命割裂，你不是环境的受害者，你就是生命本身，以独特的形式、独特的历程来表达自己。最后的考验让你领悟到，所有的挣扎，所有的考验，都是为了让你更接近这个真理。他们剥离了所有的幻想、虚假的身份与自我欲望，让你得以看见更深层的实相。这个实相是，你在此必有因，你在此是因为生命想要通过你来体验自身。你的使命不是需要向外寻找的东西，它就在你生活的每一刻中。最后的考验要求你觉醒于这个真理，认识到你并非与宇宙分离，而是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你觉醒于这个真理，一切都将改变。你不再执着于掌控，因为你明白生命本身就在完美的展开。你不再苦苦寻找使命，因为你意识到你的使命就是简单的存在，体验以最真实的方式表达生命。但这种觉醒并非旅程的终点，而是新旅程的起点。一旦你通过了这最后的考验，你就不再受制于思维、自我与恐惧，你获得了自由，自由地过有意义的人生，自由地创造，去爱，去探索，不再背负恐惧与疑虑的重担。这是最后考验的馈赠，是通过重重考验的回报。唯有天选之人，方能获此殊荣。现在让我问你，你准备好觉醒了吗？你准备好直面真相，看清你是谁，明白你为何而来了吗？这条路并不轻松，这些考验并不简单，但若你能承受，若你能穿越黑暗、不确定与痛苦，你将在彼岸发现前所未见的奇迹。这就是天选之人的道路，这不是怯懦之人的路，这是那些愿意直面最艰难考验，经历最深重挑战，并最终在彼岸觉醒、蜕变与获得自由之人的路。朋友们，问题来了，你愿意成为天选之人吗？你愿意接受天选之人的考验并蜕变提升吗？朋友们，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我愿意接受天选之人的考验，愿你蜕变成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尽情体验生命的丰盛与富足。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欢迎加入会员，
超级感谢，积极点赞分享，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慧，随喜转发，助人助己，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功德无量。